我叫蘇葉，是風岐鎮的一名畫師。一艘突然出现在小鎮上空的船，彻底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。妖邪亂世，現召四海青壯凡人齊聚靈山，為抵禦魔道。什么抵禦魔道？不過是把我們抓來挖礦石做苦力，每日吃不飽穿不暖。我挖了3年還不夠，難不成要我死在這裡嗎？這裡怎麼會有支筆？哼，風岐鎮的天才畫師又怎麼樣？不還是要被綁來挖礦？瞧瞧他那瘦弱的模樣，恐怕這輩子也湊不夠1000靈石離開了。哼，百無一用是書生。之前有個鐵匠天生神力，1年時間就挖了1000灵石，聽說還測出了靈根，現在已經是天道盟的外門弟子。他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畫家，總不能靠畫靈石充數吧？如願，若是真能如願，我不奢求能測出靈根入仙門，只希望能湊齊1000灵石，活着回到風岐鎮為爹娘養老送終。可是好難啊，我只是個畫師啊。我只是一個畫家啊！1000靈石，1000靈石，去你的1000靈石！我這就畫給你們。我不能疯，我一定要回家。是真的，真的灵石。如愿，原来是这個如願。爹娘，我能回家了。如愿每日只能作畫10次。得到如愿後，我便開始每日用如願畫靈石。為了不引人注意，我每日都最後一個出礦洞，將10枚靈石盡數交給執法弟子王蕭。可即便我如此小心，還是逃不過人心貪婪。1000靈石終於湊夠了，只要把今天的10枚靈石交上，我就可以離開這兒了。哎，蘇葉，把靈石給我吧。執法弟子就在外面，你們竟敢強搶靈石，是想找死嗎？實話告訴你，要你靈石的就是外面那位。識相的話，自己把靈石交出來。蘇葉，不管你在哪兒挖到的靈石，明天必須帶着我們一起去。現在拒絕反而會生亂子，靈石沒了還可以再畫，不如先想辦法穩住他們，等找到機會再將他們一擊一殺。好，哼，算你識相。王師兄，他之前幾天只能摳出1塊靈石來，現在突然每天都能上交10枚靈石，肯定是有什麼貓膩。您放心，明日我們必找出他的秘密來。若是找不到呢？那就讓他永遠湊不夠這1000靈石。站住！你今日要交的靈石呢？先是叫人夺我靈石，現在又明知故問，簡直是欺人太甚。今日一無所獲。哼！哦，明日不是我当值，你们2个给我盯紧他，找到他能快速挖灵石的秘密。要是秘密沒找到，還讓他湊夠1000塊靈石離開，我拿你們試問。是。王蕭的狗腿子明顯盯上了，繼續這樣也不是個辦法。
有了。就要离开这里了，也不知道我的画技有没有退步，趁休息的时间再练习一下吧。这都一上午了，苏叶连一块灵石都没采到，他还有时间画画，采不到最好。王萧师兄摆明了是不想让他出去，真要让他凑够1000枚灵石离开，我们反倒不好交代。苏叶，你搞什么鬼？马上天黑了，才挖到1块灵石，1块就够了。把灵石给我。别急，你们难道不想知道我每天都是怎样挖出10枚灵石的吗？难不成和这支笔有关系？少卖关子，快说！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发了！苏叶，快画，继续画！好，笑吧笑吧，很快就是你们的死期了。可以了。继续画，我还差100块就能出去了，你再画200塊，我也还差150塊。这支笔1天只能画10次，只有10次？不对，我记得你才画了9次，还得画1次。第10次，在这兒呢。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可还有其他人？里面有一只大蛇，我没看到其他人。不能让他发现，那2个人必須死。別過來！我去看看。仙師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裡面那頭大蛇真的很恐怖。顧好你自己。孽畜，找死！这大蛇如此体型，竟然没有修为，真是奇怪。他怎么来了？那2个廢物竟然讓蘇葉把靈石帶出來了。王師兄，你怎麼來了？葉師妹，聽到這邊有異動，我就趕來了。可是有妖獸作祟。不是妖獸，應該是個活了9些的大蛇，已經被我斬殺，只是死了2名雜役。葉師妹既然進了礦洞，還是盡快去執法庭說明情況吧。這裡暫且交給我。那就勞煩。等等，仙師，我已湊夠1000塊靈石。你？葉師妹認識這個雜役？進去的時候正遇見他往出跑，此人運氣倒是不錯，沒有被大蛇咬傷。他的秘密還沒挖到，不能讓他這麼走了。小人蘇葉，請葉仙師幫我。放肆！區區雜役也敢指使我等？乖乖去後面排隊等着。王師兄何必動怒？這本就是我等職責所在。990塊，加上桌上的剛好籤數，你記滿籤數，可以拿着100兩賞銀離開靈山，也可以選擇測試靈根。假若測出靈根，則可入我天道盟，成為外門弟子，步入仙途。有靈根者百不存一。我勸你還是領了賞銀，免得最後一無所獲。我當然想選擇離開靈山，但王蕭早已經盯上我了。修仙者眼中的凡人猶如螻蟻，他想殺我奪寶太容易。我若是想活下去，就必須修仙。我要測靈根。哼，有一點王師兄說的沒錯，有靈根者百不存一，你也不要抱太大希望。手放上去吧。愚蠢，卑賤雜役也妄想步入仙途。哼。
有了，有了，它真有灵根，好漂亮，还是5种颜色。你确实有灵根，但是烈灵根。竟然是比天灵根还罕见的5行烈灵根，今日也算是開眼了。這百年不遇的狗屎靈根，居然也能讓我見到！葉仙師，剛剛您說只要有靈根就能入仙盟，此話可還作數？自是作數，只要有靈根，便能入天道盟，成為外門弟子。只是靈根屬性越繁雜，修煉難度便是倍增。5行屬性幾乎不可能築基。我勸你還是回家娶妻生子，免得浪費大好光陰。蘇葉，像你這種烈靈根，即便進了天道盟，也是白白浪費資源。天道盟弟子未到築基不准下山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如果不能築基，我豈不是到死也無法下山？祖墳冒青煙測出的靈根，結果是烈靈根，夠可憐的。人家可是個畫師，就算不修仙，也過得比我們好。你們沒看出蘇葉和王仙也有衝突嗎？他不修仙，王師兄能放過他，恐怕是都活不到明天。我堂堂修仙之人，能和一個雜役有什麼衝突？再敢亂說話，我割了你的舌頭！是小的胡說八道，王師兄莫要生氣，放我一馬。果然，普通人對上修仙者毫無勝算。即便有一絲可能，我也不願再將性命交到其他人手中。況且我還有如願。葉仙師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加入天道盟。王師兄，這裡先交給你了，我先帶蘇葉回去了。上來。別以為你成了外門弟子，我就拿你沒辦法。蘇葉，我遲早會挖出你的秘密。哼！歷時3年0.2個月，我終於離開了這座吃人的靈山，但突破築基的艱難與王蕭的威脅，如影隨形。葉靈將我帶到天道盟，我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天道盟的外門弟子。雖然得到了修仙功法，但修仙遠比我想象的還要困難。即便每天汲取靈石裡的精純靈氣，進度仍舊緩慢。1個月過去了，我至今沒有進入煉氣一層。外門弟子1個月只有2塊靈石的修煉資源，我1個月就消耗了100多塊靈石，卻還沒突破到煉氣一層。這5行靈根是無底洞嗎？劉管事，蘇葉，3個月的適應期到了，天道盟不養閒人，丹堂缺一個打掃爐灰的弟子，每日都要去一次，切記不可懈怠。違者盟規處置。劣靈根也妄想修仙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有資格在甲字號煉丹的，都是築基修士。關門的丹房，切記不可貿然闖入，輕則邪火入體，重則灰飛煙滅。最裡面那些沒掛牌的，不准靠近。多謝王師兄提醒。你每月當值7天，一旦有丹房開門，第一時間進去打掃爐灰。先去把甲字7號房打掃了。師弟，撿到丹藥之類的記得藏好，要是沒人來找，我們5-5分賬。多謝師兄提點，蘇葉記住了。齐施主，甲字7號房已經在打掃了，萬一找不到您的丹藥，哼，找不到就讓執法堂來找。蘇葉，還不快把齊師叔的聚靈丹交出來！王管事，什麼丹藥？我在按照你的要求給丹爐清灰啊！哼，還敢狡辯！7號房只有你進來過，不是你拿的還能有誰？小子，若是尋常丹藥也就罷了，那可是我耗費幾爐珍貴藥材煉制成的雙紋中品聚靈丹，把丹藥還給我，不然執法堂的人來了，
可没我这麼好說話。齐師叔，我真沒見過什麼丹藥。你說的丹藥該不會是那個吧？哼。不錯，就是這枚聚靈丹。小子，是我冤枉你了。这瓶低階聚靈丹賞你了。多謝齊師叔。蘇葉幹得不錯，手腳切記要麻利些，凡事都要小心謹慎。這也算師兄給你上的第一堂課，這些就是學費。應該的，謝師兄提點，還算懂事。哼。第一天打掃丹房就有丹藥，難道是我運氣太好？不好！這修仙界還真是吃人不吐骨頭，沒人來找五五分賬，有人來找只死我一個，真是好算計。怎麼只有一道紋理？果然可以。双紋聚丹只是中品，如果是3紋甚至4紋呢？看來聚靈丹的極限就是3紋了。若是按照以前的速度，再過3個月也不一定能突破。1粒聚靈丹竟能頂我3個月苦修。憑借如願，我每日服用築基修士都可遇不可求的3紋聚靈丹，突破到煉氣5層時，聚靈丹的藥效對我已不足1成。好在丹房的工作讓我接觸到了更多的丹藥，只是大部分藥力太過霸道，非築基期修士不可食用。只是對我這個永遠填不滿的裂靈根而言，似乎沒有什麼不能吸收的丹藥。適應期後，外門弟子每年要在固定時間測試一次境界，入門不到半年便達到煉氣5層。這非但沒有給我帶來任何幫助，反倒多了無數雙盯着我的眼睛。王虎在我暴露實力不久，便因偷藏靈石被內門弟子直接斬殺，而我靠着賄賂劉管事，順理成章地接替了王虎的工作，成為了甲字丹房的管事。有資格在甲字號煉丹的，都是築基修士。關門的丹房，切記不可貿然闖入，輕則邪火入體，重則灰飛煙滅。多謝蘇管事提醒。有一點你要切記，在丹房裡撿到的丹藥要立刻交給我。之前的王師兄就因為私藏丹藥，內門弟子打死。是。不過你放心，你撿到的丹藥若是3天內無人認領，我會都還給你。多謝師兄。一個區5行裂靈根，1年多時間便達到煉氣5層，這小子必然身懷秘寶。蘇師弟，真是好久不見，跟我們走一趟吧。王師兄，你剛從靈山當值回來，也認識蘇葉？你們有所不知，這位蘇管事1年前還是靈山的礦洞雜役，他測試靈根的時候我就在場，當時測靈珠的五彩光芒可是耀眼的很。哦，原來是5行裂靈根。王師兄找我可有正事？蘇葉，方師傅在丹房丟了1粒元陽丹，令執法堂拿你前去問話。方祖師可是結丹期修士，有單獨的煉丹房，怎麼可能會在我這兒弄丟丹藥？你的意思是，方祖師在刻意針對你一個煉氣修士？沒想到過了這麼久，王蕭還惦記着我，他來者不善，就這麼跟他們走，恐怕凶多吉少。蘇葉，束手就擒吧，交出你修煉的秘密，說不定方師祖還能饒你一命。我聽不懂師兄在說什麼。敬酒不吃吃罰酒，這靈力強度，王師兄築基中期了，果然是築基。別打擾老夫煉丹！都給我滾！蘇葉，現在不跟我走，
難不成想讓方祖師親自來搶？師兄息怒，我跟您走。都筑基期了，还欺負一个外门的炼器弟子，如此同门相道，还真是让老夫開了眼了。方祖師，蘇葉帶到。蘇葉，我的元陽丹呢？方祖師，弟子不知元陽丹為何物，甲字丹房遺落的丹藥盡在此處。煉丹房的油水竟然這麼足！大膽，蘇葉，你竟敢用些低階丹藥搪塞方祖師！無妨，他有沒有說謊，搜魂之術自會給我答案。不好，不能讓他搜魂，不然如願神筆的秘密就藏不住了。就這麼結束。還真是五行裂靈根。不對，你不是煉器5層，你是築基。築基境，這怎麼可能？多謝前輩出手相救。前輩，看來我在丹房待了太久，你們這些新來的都不知道丹堂還有個堂主。見過堂主。在我丹堂丟了丹藥不來找我，卻去為難一個小輩，不合適吧？蒼眼師兄大限將至，師弟哪敢因為這點小事驚動你？喲！苍眼，你瘋了！哼，方玄，今日只是給你個教訓，再敢來我丹堂找事，我作畫之前肯定拉着你陪葬。方師叔，蘇葉身上絕對有大機緣，我有辦法能……滾！蘇葉，你可知道這丹爐不用反火，為何還是有灰嗎？弟子不知。煉丹的第一步便是把藥材裡的雜質提取出來，這些灰就是藥材裡的雜質。多謝師叔提點。丹藥分下品、中品和上品，這下品丹藥裡的雜質最多，中品裡的雜質微乎其微，而上品最是純淨。但上品丹藥每一枚都彌足珍貴，對藥材和掌控力極為苛刻，整個天道盟也沒人能煉出來。下品和中品丹藥吃多了，身體裡會沉積越來越多的雜質，最後會演變成無法治癒的丹毒，沉積在體內。所以方玄說師叔你大限將至。出去吧，言盡於此，如何選擇你自己決定。還有，既然已經築基，便是內門弟子了。幸好我吃的都是3門上品丹藥。竟然不受丹毒影響，難道是特殊體質？天不亡我！王蕭將我成為築基期的事洩露了出去，我成為了內門弟子，但也失去了丹堂管事的資格。成為內門弟子的好處是，居住的地方也不再是簡陋的門房，而是一處精緻的別院。不僅如此，內門弟子有學習符籙畫製、煉製丹藥、錘煉法器、刻畫陣法的資格，每月的修煉資源也變為10塊靈石。有了丹毒做掩護，所有人都會以為我這個裂靈根是濫吃丹藥才突破的築基，想必不會再有結丹修士對我感興趣。內門弟子雖然不需要再做雜務，但每年必須要完成一次歷練任務，而我根本沒有修習過功法法術，想要在歷練時有自保的能力，
增強實力的最快的办法就是符箓。你是苏叶？叶师姐，好久不见。之前听闻你半年不到便炼气5层，本以為是僥倖，可你入門2年便突破築基，就算是天靈根也不過如此吧？這是丹毒，築基期丹毒便深入骨髓，你不要命了！若不是王驍欺人太甚，我又怎麼會落到如此地步？王驍不光是執法隊的隊長，還是真傳弟子王遠的親弟弟，你鬥不過他們的。內門弟子每年必須出城完成1次歷練任務，出了天道城後生死由命。我勸你還是想辦法跟他和解吧。王遠，丹毒入髓，就算沒有王驍，也沒幾年可活了。成了。最後的療傷藥準備好了，可以出發了。过来見我。蘇師叔，多謝蘇師叔。蒼師叔，您找我。苍师叔，您丹毒有些压制不住了，不碍事。炼制療傷丹藥是要出城歷練了，也不知這次能不能活着回來。這火蛟訣乃是頂尖攻殺術法，只需練得小成，便足以在築基期自保。拿去吧。蒼師叔，小子無以為報。我大限將至，又無後人，唯獨看你小子還算順眼。蒼師叔，您若不嫌，蘇葉願拜您為師。好，好徒兒起來吧。這件頂級法器赤陽盾贈與你，好徒兒你要記住，修仙不爭一時之力，只有活下來才是最重要的。多謝師父。頂級的功法術法竟然1個月就小成了，難道我在術法上天賦異稟？你接了探查白野鎮異動的任務。見過幾位師兄，在下蘇葉。蘇葉這個名字有點耳熟啊，你該不會是那個靠着在單檔簡要突破築基的烈靈根吧？烈靈根也能築基？真的假的？還真是築基，雖然只是築基初期。你們都是築基初期，只有我是築基中期。那這次任務便由我帶隊。程隊長，天道盟徵召凡人青壯時，發現白野鎮裡的百姓一夜之間消失殆盡。我等既然接了任務，便盡快查清緣由，回來交差。事不宜遲，出發吧。程隊長，這非洲得幾萬靈石吧？飛劍太耗費靈力，這靈舟只需用靈石催動，雖然比飛劍慢了些，但勝在省力。別愣着了，快上來！這雲峰靈茶1兩便要10塊靈石，程隊長，你該不會是哪位元嬰老祖的後代吧？我要是元嬰老祖的後代，哪還用和你們一起出任務？不過是略有機緣。都說財不外露，這程初卻刻意露財，不是傻子，便是有所倚仗。這次白野鎮之行，大家一定要守望互助。幾萬百姓忽然消失，依我看，8成是魔道作祟。萬一要和那些魔道中人鬥法，諸位到時候可別藏着掖着。哼，對付魔道，我自然不會手下留情，但就怕有人拖後腿。余兄說的也不無道理，蘇師弟，要不你露兩手？既然你這麼迫不及待要探我的底，那就滿足你。
蘇師弟還會繪制符箓？不瞞幾位，步入仙途之前，我是一位畫家，功法法術在下实不擅长，只能借助符箓弥補。几张符箓能有什么用？余兄，这几张可不是一般的符箓。这张雷鸣符我在百宝阁见过一次，标价3000灵石，筑基中期的修士也不敢硬抗。其余几张我虽然不認識，但能和這雷鳴符擺在一起，想必差不到哪兒去。蘇師弟，快將符箓收起來吧。那就預祝我們此行順利。城主，大家小心，這裡太安靜了。不對勁，先進民房避下。余兄反应倒是挺快，這都能躲開。城主，你這是什麼意思啊？要怪就怪你們運氣不好，跟我接了同一個任務。我說你一個沒背景的築基修士怎麼會如此富裕？原來你說的略有機遇是指我們啊！我還以為你這飛刀是普通法器，沒想到竟然是4件頂尖法器。看來你才是隱藏最深的那個。哼，不藏着點兒，早就讓你這種老六陰死了。竟然用短距離傳送陣逐個擊破，城主真他媽陰險！本來以為只有蘇葉一頭肥猿，沒想到你這個胖子也不賴。解決了你們，我再去看看蘇葉身上到底有什麼大機緣。築基巔峰的感覺真不錯。這麼邪門，竟然能在瞬間提升實力！他們手裡拿的是魔道的招魂幡。既然認出來了，那就更不能留你們了。白野鎮的幾萬百姓被你練招魂幡了。白野鎮可不是我們幹的，如果有幾萬生計，對付你們哪還用這麼麻煩？不過今天你們注定要留在這兒。余兄，你堅持一會兒，等我先解決另一隻再來幫你。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？满兄，還是不要垂死掙扎了，乖乖赴死吧。看來我這個天靈根要折在這兒了。雷鳴符是蘇葉。
王萧師兄，你我之間的恩怨，何必牽扯他人？这是四象阵，足以困住筑基后期的阵法。王萧还真是看得起我。正愁这些练手的火球符没地方用。你是执法队的王萧，你疯了！你跟王源可是天道盟真传弟子，你竟然背叛天道盟入了魔道！苏叶，你是什么时候认出我？你虽然能改变面貌，但手上的纹路是骗不了的。哼，我设的阵法足以困住筑基后期1个时辰，看来我还是小瞧你了。不过也好，你越强，说明你身上的机缘越大。苏叶，凭一张雷鸣符就想击敗我，你未免太过天真了，未免太过天真了。等雷鸣符用尽，你就只能乖乖等死。苏叶，等你符箓耗尽，我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苏叶，别浪费符力了，除非同时毁掉3个召魂幡，否则劫难之下都奈何不了他。没有后手的话，我们分开撤吧。那3人才是关键吗？快躲啊！你竟敢毁了我的招魂幡！竟能同时激发雷鸣符里的3道雷鸣，就算是筑基后期也不一定能做到。没了雷鸣符，你就是个废物！今日我必杀你！这股波动，他是要续大招了！苏兄，我先走一步。忘了这货，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。还有，这都不死。我不服！唉，可惜了，储物袋也劈碎了。毒液，快跑！马安和，我救你一命，你竟然还想害我！云霄，你不会怪我的对吧？果然是招魂幡，追！
骑着结丹修為的妖獸追我一個築基期，真是個瘋子！連築基期都跑不過，要你何用？悄然西边，图那魂系天地缘，偶爾出手收個妖，復仇金光送上天，事了拂衣不留名。堂堂结丹修士追殺我一個築基修士整整3天，也不怕被人恥笑，有本事就跟進來！築基期敢進迷霧森林，就是找死。你先回去。怪不得结丹期都不敢隨便進入迷霧森林，若是沒有3文解毒丹，築基期連外圍都進不去。書中記載着迷霧森林危險重重，結丹妖獸比比皆是，甚至還有元嬰妖獸。這3天的逃亡幾乎把符籙消耗完了，隨便碰到一個都能要了我的命。還是找個安全的地方躲減前後，原路返回吧。人類，看夠了嗎？正好我煉制化形丹還需一個人類當藥引，既然送上門來了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有了这枚內丹和送上門的築基期人類，化形丹的材料終於湊齊了。這白虎太恐怖，比那個瘋批女人還恐怖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該死，這虎妖竟然是結丹巔峰，在這迷霧森林就是元嬰初期也奈何不了他。該死的人類，你逃不出去的！灵阵符消耗太大，而且只能用最後一次，不能再深入了，先找個地方恢復一下吧。這虎妖瘋了，不怕引來元嬰妖獸嗎？最後一次了。抱歉驚擾前輩清修，在此躲避數日後，自當離去。光是陣盤上的符文都能影響心神，這最少是元嬰期的陣法，就算用如願，不到結丹期也沒可能復刻。壞了，這都能被找到。是那個騎猴子的女瘋子。瘋女人心思如此惡毒，一定是魔道中人，留你不得。
算了，看在你无意中从虎妖手下救了我一次的份上，饶你一次。你应该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，不然死的肯定不只是我。你连站都站不起来。这枚结丹中期的内丹若是被引爆，凭你那张风遁符能活下来？前辈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苦苦相追？虽然我灵力几乎枯竭，但引爆内丹不成问题。我劝你还是不要赌。焚炎符，你一个筑基期竟然妄想使用结丹期的符箓，也不怕被吸成人干？用结丹期的符箓虽然会被吸干灵力，但肯定能杀了这个疯婆子。到底要不要拼一把？前辈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怕那只虎妖跟在你后面。万一他恢复好了，我岂不是死定了？现在就得走。多谢前辈馈赠。没想到在消散之前还能遇见五行灵根，小贝，我再送你一场大机缘。肉身作化，神识不散，化神境。不错，确实是五行灵根，别紧张，你的储物袋还在身上。这里是我用神识生出的幻境，不是真实世界。前辈，我这就将储物戒指还给你，能不能放我出去？不对，你的骨龄还不到30岁，身负五行灵根，就算你从娘胎生下来就开始修炼，也不可能到筑基期。除了大量服用活人炼制的血丹，再无其他可能，留你不得。前辈，我是靠丹药筑基，但不是靠什么血丹。小子，你身体里根本没有一丝丹毒，你胳膊上画的纹路片结丹期还行，在老夫神识之下，你没有任何秘密。因为我吃的都是3文丹药，所以身体里没丹毒。真是为了活命，什么都敢说。3文丹药，就连老夫也没吃过几颗。我储物袋里就有3文丹药，不信你可以去看。你若是敢骗老夫，筑基期就这么富裕，只是这怎么大部分都是些护身类符箓？这个疯女人追杀我3天，功法符箓差不多都用光了，她还紧追不放，不然我也不会跑进这迷雾森林。筑基期能在结丹后期的追杀下活过3天，是老夫见识少了。不过就算你有再多符箓，也休想在老夫手中活下去。前辈一看便知。小子，若是没有3文丹药，后果你知道的。这是3文疗愈丹。3文丹药，怎么可能？3文又是3文。前辈，这丹药……住嘴！不管这3文丹药是从哪儿来的，都是属于你的机缘。人心险恶，切记不要对外人泄露。多謝前輩提醒。我一個殘魂，就算給我再多的3文丹藥也毫無用處。若是被他泄露出去，你在修仙界將永無仙日。今日我便替你解決後患。前輩，這個瘋女人手裡有一枚妖獸內丹，剛剛她就用引爆內丹要挾我，您可一定要小心些。好小子，沒有被美色沖昏頭腦，殺伐果斷，有老夫當年的幾分風采。小女娃倒是夠果斷。這內丹若是炸碎，你肯定活不了。收着吧，這枚內丹最少可以助你提升到築基中期。多謝前輩。小子，身負五行靈根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若是沒有丹藥，恐怕我這個烈靈根此時還在煉氣1層掙扎。
所謂劣灵根不过是一群庸才的说辞，5行灵根才是最强灵根，灵力强度是同境界修士的数倍不止。但修炼难度可不止数倍。当然知道，因为我也是5行灵根。你是元婴里？你竟然认识老夫？家族曾说过，千年来5行灵根只有1人突破过元婴境。元婴初期便能击杀同界修士，并以一己之力整合了近100家正道修仙门派，成立了天道盟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还有人记得老夫。你家祖是谁？家祖方恒，幼年时曾受过前辈指点。方恒的后辈，这可有些不好办了。前辈，晚辈苏叶正是天道盟内门弟子，此次出城才是为了完成历练任务。我们倒是有些缘分。前辈别被他骗了，他身为天道盟弟子，竟然身怀招魂幡界的魔道邪物。什么招魂幡？我怎么不知道我身上还有这种东西？不知道，我的巨猿对冤魂气息格外敏感，你身上的招魂幡气息绝对不会有错。你说的招魂幡是那些黑色的旗？终于承认了。所以你是因为招魂幡才一直追杀我？不然呢？苏叶的储物袋里并没有招魂幡，而他身上除了一支笔之外，也没有其他东西。可提渊的感知不会出错。此次和我一起做任务的有一人叫王潇，化名程初，是天道盟执法队的队长。那招魂幡是他的，被我用雷鸣符击碎了，可能是沾上了一些气息。从另一个方向跑的胖子身上也有招魂幡的气息吧？他叫满安和，是跟我一起接任务的天道盟的弟子，差点死于王潇之手。不信的话，你找到他一問便知。離開此地後，我會去查證的。天道盟內竟然會有煉製招魂幡的弟子，而且還是執法隊隊長，恐怕內部早已爛透了。前輩，我方家早已退出天道盟了。現今的天道盟以正道之名義行魔道之事。天道盟到處抓青壯凡人去靈山挖礦，我就是受害者。蘇葉，得我傳承便要承擔責任，重整天道盟的任務就交給你了。前輩，我就是個築基期，承擔不了這麼大的責任。前輩，你再考慮考慮。方家替我監督蘇葉，若是他敢不盡心盡力，便將他能煉製3穩藥藥的事公布天下。是。蘇葉，自創功法浪費了我太多時間，否則我定能突破化神原地飛升。可惜，便由你替我看看上界風景吧。已經走半個月了，到底什麼時候能離開這個鬼地方？若是不想引起強大妖獸的注意，只能走出去。這是什麼妖獸？氣息為什麼這麼恐怖？這股波動時，那隻狐妖要突破元嬰了。跟着雷比起來，雷鳴符像是小孩的玩具。再快點，必須趕在狐妖渡劫成功之前離開迷霧森林。是結丹中期的風狼，你先走。沒必要跟他打。風狼的速度極快，不解決他走不了。這瘋女人靈力還沒恢復，根本殺不了這瘋狼。用結丹期的符籙雖然會被吸乾靈力，但現在顧不了那麼多了。快走，趁狐妖還沒發現。偷了我的內丹還想跑？
休想！这头虎妖疯了，不怕被天雷劈得魂飞魄散吗？只能拼一把了。除了天雷，没有别的手段能伤到这头虎妖，只能试试了。真的可以？怎么可能？天雷怎么会越来越强？这虎妖的雷劫怎么突然变强了这么多？可能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，别管他了，趕緊跑吧。松手！这可是3文丹药，你就这么随便的吃了？差点忘了，筑基期的丹药对你来說用處不大，就當我護你出迷霧森林的報酬了。院士，多謝。这是石化。这些形式虽然沒有修為，但悍不畏死，而且越聚越多，暫且找個地方躲避一下。血池！救命！满安河，苏叶，是我，快救救我！快放我下去！等等，苏叶，你就这么走了？苏叶，我们好歹是同门弟子，你怎能就这么拋下我？你會後悔的，遲早你也會跟我一樣被煉成血丹。所謂正道也不過如此。連同門手足都可輕易放棄。蘇葉，我說了，你也一樣會被煉成血丹。怎麼不打算救救你的同門？他可不只是我的同門，也是你的同門。你是怎麼認出我的？馬安和身邊只有你一個人，而你又沒在樹上，所以只可能是你把他帶回來。就不能是他自己回來的？他能撇下我這個救過他命的人逃跑？這種惜命的人怎麼可能會白野鎮冒險？蘇兄看人真準。不過他不只是怕死，逃命的時候帶上我，也不過是為了我身上的東西。真可惜啊，本來馬安和不用死的，誰讓他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呢？所以是你殺了這些百姓，一直在白野鎮煉製血丹。當然。都是我幹的。我以為你跟那些蠢貨不一樣，若是沒有血丹，我恐怕這輩子也沒機會築基。為了修仙屠戮幾萬百姓，那又怎麼樣？總比你靠着在丹堂撿丹藥吃強千倍萬倍。我們同為五行靈根，你應該能懂得我們修煉的不易。我之所以加入天道盟，是因為天道盟的祖師也是五行靈根，我想得到提點，想得到機緣。可那元祖師太過自私，根本沒有給我們這些同為五行靈根的弟子留後路。於寒文，只要你放了我，今天的事我一定不會說出去，我還可以幫你煉製血丹。你這種廢物不配站在我身邊。蘇葉，我們才是同路人。你到底想說什麼？
我也在丹堂撿过丹，但那些丹药的杂质会在体内沉积成丹毒，而这血丹不一样，就算吃再多也不会受丹毒影响。这是五行灵根唯一的路，苏叶，看在我们都是五行灵根的份上，我带你一起炼制血丹，我们再也不用受丹素提升之苦。城里这么多形式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炼制血丹后剩下的杂质，就和炼丹产生的灰一样，于是我就废物利用，把他们炼成夜鬼藏于地底。有了这些夜鬼，在这白野镇，就算是结丹期也奈何不了我。是吗？当然。要不你回头看看呢？能有什么？拦住他！你不是走了吗？哼，还不是怕你生死道消，浪费了元氏的传承。你该不会是一直跟在我身后吧？不然怎么来得如此之快？你的攻击符箓都用完了，要是没有我，你怎么破局？这3天我又制作了一些雷鸣符，再加上那些护身符箓，就算不敌，逃跑也不成问题。哼，那是我多管闲事了。记得把这里清理干净，我先走了。苏叶，求你救救我吧！苏叶，你疯了！这血池里的精血炼制出的血丹，足以让我们2人突破到筑基后期，这么毁掉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好。能抵抗住血丹的诱惑，看来元始祖没看錯人。弟子苏叶已完成白野镇探查任务，白野镇百姓被取尽精血炼制成血丹，此人乃是……你还真敢回来！这是何意？赶紧带去执法堂，别在我这儿碍眼。苏叶，你是否在试炼任务中杀害同门？不错，我确實殺了人。哼，可知宗門禁止同門相殘。程初伙同魔修欲殺我奪寶，我是為了自保才不得已。奪寶的正是你蘇葉，程初是為了保護我才被蘇葉所害。殘害同門乃是死罪。與我同去白野鎮的程初正是執法隊長王蕭，若是沒有見不得人的目的，王蕭為何化名程初？呵呵，蘇葉，你為了保命，竟然已經開始亂潑髒水。程初就是程初，跟王蕭有什麼關係？竟敢向我們隊長潑髒水！王師兄正在閉關，怎麼可能化名程初跟你去什麼白野鎮？既然如此，不如我們去看看王蕭是不是真的在閉關。若是王蕭不在，自然能證明我所言不假。哼，那就讓你死個明白，去王蕭閉關之處一探便知。師兄，別喊了，裡面的是假身，此事到此為止。假身？怎麼可能？王蕭隊長可是真傳弟子王遠的弟弟，怎麼可能做出殺人奪寶的事？哼，殺了真傳弟子的弟弟，這次誰也救不了你。此事到此為止，讓王遠自己處理。真傳弟子也要講門規。哼，蘇葉，天道盟築基弟子過萬，卻只有10名真傳弟子，這10人皆是能越級戰勝結丹初期的天才，未來最差也是結丹期修士。你也配嗎？跟真傳弟子講門規？天才就可以不用遵守規則？那天道盟的門規還有何用？門規當然有用，但那是針對弱者的。
你蘇葉只是一個普通的內門弟子，就算王遠在天道城內斬殺了你，也沒人會說半個不字。看來這天道城不能待了，不如借此事賣王遠一個面子。蘇葉，王遠找上你之前，不准離開天道城。王驍勾結魔道，我不過是反擊，現在卻要等王遠定我生死。執法堂就是這般執法的嗎？放肆！你也配質問我？若不是擔心擅自處置了你王遠不滿，你殘害同門，栽赃陷害，我現在便能將你就地正法。将此事通傳給王遠。是。我已对你打上追踪印记，切记不准離開天道城，否則就地格殺。哼，蘇葉，你若早早答應同我一起煉制血丹，又怎會淪落到此種境地？唉，此句何解？五行飞升诀再厲害，也不能讓我迅速结丹。而五行剑诀小成后，虽然能越级对戰結丹出氣，但留給我的時間根本不夠。元氏的傳承無法解我燃眉之急，只能找他求助了。结丹期的追踪印记，师父，王驍被我殺了，但那王驍是真传弟子王遠的弟弟。執法長老禁止我出城，在我身上下了追蹤印記，讓我等着王遠出關。天道盟近萬弟子，你偏偏能招惹到真傳弟子，你這次麻煩不小，請師父為鐵兒指一條生路。我若不是大限將至，就算他是真傳弟子也不敢動你，但現在他大概不會給我這個面子。你現在只有兩條路，我幫你消除印記，有多遠跑多遠，或者打敗一位真傳弟子取而代之。真傳弟子能越級挑戰結丹初期，我沒有那個本事。你距離築基中期還有多遠？弟子現在已經是築基中期。好，好，為師有辦法幫你快速提升實力。多謝師父，此番恩情，弟子永世難忘。你我師父二人不必多禮。蒼岩為了延續壽命，每日都在這煉丹房研究丹藥，如今突然變得豁達。竟然還是兩文丹藥，天不絕我。中品破境丹足以讓你從築基中期突破到築基後期，以五行靈根遠超同境界的靈力強度，到時候就算面對築基巔峰的真傳弟子，你少說也有30%勝算。這弟子拜謝師父。快點服下吧，為師為你護法。事到如今也沒有別的辦法了，希望是我多慮了。這枚破境丹竟然讓我一舉突破到築基巔峰，看來是我錯怪師父了。師父，果然體內沒有丹毒。蒼岩，
苏叶，不要挣扎了，把身体让给为师，我会替你解决一切麻烦。你既然要害我，为什么还要给我丹药？从我的身体里滚出去啊！筑基后期以下承受不了我的意识，筑基后期以上对我来说风险又太大，现在刚刚好。而且你的身体马上就是我的了，破镜丹给你算不得浪费。做出夺杀自己徒弟这等丧尽天良之举，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吗？我布置的阵法足以隔绝一切气息，没人会发现这里发生了什么。苏叶，有了你不具单独的身体，再加上我出神入化的炼丹之术，老夫突破化神也指日可待。安心去吧。天道盟内竟然都是如你一样的蛇鼠之辈，简直玷污了正派一词。仙途就是要争，机缘就是靠抢，正邪不过一念之间，本就没什么区別。不過你所言也不无道理，這天道盟確實該重新整頓。等未來我借助你的身體突破化神，會重整天道盟。你乖乖赴死吧！你妄想！苏叶，你竟然敢騙老夫！你是築基天吧？蒼炎，你枉為人師！你對我隱藏實力，不也是包藏禍心？你個欺師滅祖之徒！蘇葉，我承認我小瞧了你，但你別高興得太早。你這身體，老夫要定了。要是連你這小娃娃都制服不了，那老夫白活了這幾百年。等老夫把你的意識煉化乾淨，你的身體照樣是我的。等我出去，必定讓你化作爐中灰燼。這丹爐是我醞釀了近100年的法寶，你區區築基就別白費力氣了。單憑符籙不可能打破丹爐，只能一試了。该死，為什麼不行？蘇葉在搞什麼鬼？怎麼感覺有東西被煉化了？到底如何才能畫出真正的妖獸？雖然能感受到內丹中恐怖的靈力波動，但外表看起來根本沒有明顯特徵。原來如此。好烫！结丹中期的岩師，你是怎麼做到的？蘇葉，沒有我，你不可能鬥得過王遠。你比王遠還要該死。蘇葉，我們好歹師徒一場，你放過我，我從此消失，再也不來招惹你。就。
我在山门前刻了4根，青石台阶还带着霜。好在这妖兽知道认主，不像没开智的野兽一样不分第一。岩石是结丹妖兽，这丹房内有阵法隔绝气息，暂时无事。可若是将它带出去，肯定会被人察觉。一口气入丹田，一念起过千山，心灵的团火。好聪明的妖兽，还有隐藏气息的手段。既然这个阵法能隔绝结丹气的气息，那我体内的追踪印记肯定也能隔绝。这阵法最少能维持几个月，这间丹房也没人敢来打擾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就留在这里，也能为我多争取一些时间。你看我眼里还亮着光，桃灯仙，桃灯仙，这一条路走到天亮。我在雷劫里占了一夜。苍岩储物戒指中有几十万灵石，近千种珍貴藥材，几十瓶结丹修士用以提升实力的丹药，10幾件頂級法器，但最珍貴的是一本名為《丹王寶錄》的書。裡面記錄了近100種丹方與丹藥成丹時的形態，就連被結丹妖獸奉若至寶的化形丹，此書中亦有記載。想要成為真傳弟子，將五行劍訣這門強大的功法術法練至小成，是唯一的機會。這蘇葉到底跑到哪兒去了？竟然連我的追蹤印記都被屏蔽了。已經半年了。還沒有蘇葉的消息，你特意派人通知我王蕭被此人所殺，現在這人消失得無影無蹤，還請執法長老給我一個解釋。當時為了避免蘇葉逃跑，我特意在他身上留了追蹤印記，按道理說不該找不到的，可蘇葉不知用了什麼辦法遮掩了我的追蹤印記。你放心，一旦找到蘇葉，我們執法堂會將蘇葉親自押送到你面前。哼。執法堂有權利頒布懸賞令，不如直接以天道盟的名義發布懸賞，活要見人，死要見屍。此事還沒調查清楚，這樣做會不會動靜太大了？誰敢有意見，讓他來找我。哼哼，好，我這就發布通緝令。本想賣個人情給王遠，沒想到惹了一身糟。蘇葉，這不是蘇葉嗎？懸賞5000靈石。弟子知道蘇葉在哪兒。蘇葉就在裡面。自從半年前進去後，就一直沒有出來。這不是蒼岩的閉關之所嗎？王遠我惹不起，蒼岩我更惹不起。長老，請問弟子的賞金？你可把我害慘了，還想要靈石？弟子是看到執法堂發布的懸賞令。長老，要不要敲門？讓他們自己鬥吧，這件事本來跟我也沒關係。去把王遠叫來，告訴他蘇葉在這兒。是。我們走。蘇葉，蒼岩師兄可還好啊？我師父大限將至，已經離開天道城歸隱山林了。歸隱了？上，拿下蘇葉！哪個王八犢子，不知道煉丹房不能喧嘩嗎？請問長老，弟子觸犯了哪條門規？蘇葉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反抗執法堂！
区区築基竟然能接下我一擊！苏叶，反抗执法堂的后果比残害同盟更加严重，你想清楚了？长老这话弟子听不明白，我何时残害同门了？是王萧扮作他人，意图害我夺宝，难道要弟子等死？我记得王萧就是执法庭的队长吧？这执法庭窝藏包庇，怪不得此次出事都草草结案。苏叶，你竟敢栽赃执法堂！王萧是我王远的弟弟，你苏叶不过一个普通内门弟子，有什么宝物值得他抢？王萧竟然是王远的弟弟，那就不对了。真传弟子的弟弟怎么可能看得上普通内门弟子的宝物？杀人夺宝的估計是蘇葉，他见王萧好東西多，便殺了王萧。如今被發現，就栽贓王萧先動的手。我是丹堂堂主蒼炎的徒弟，我更沒有奪寶的必要。蘇葉，你竟敢口出狂言！蒼眼長老怎可能收一個雜靈根當徒弟？況且蒼眼長老大限將至，也不可能不聲不響的離開，定是讓你殺害我，便拿下你煉魂審問一番。正好可以借此機會毀了丹房裡的痕跡。火蛟訣，这是筑基技能造成的破壞力。丹堂塌了，發生什麼事了？據說王遠師兄剛剛來了。王遠師兄和人打起來了，這麼激烈。發生了什麼事？我……那不是王遠師兄嗎？怎麼搞得如此狼狽？他不是真傳弟子嗎？蘇葉，我要殺了你！蘇葉，受死！這裡不是鬥法台，為何不阻止這二人？我雖是結丹初期，但實力有限，無法阻止王遠。而且他也是在為自己的弟弟報仇，人之常情嘛。哼哼，原來就他。王遠當眾對同門下手，兩位師叔確定要坐視不理嗎？今日沒人能救得了你。既然如此，快躲！虛張聲勢，蘇葉怎麼可能使用出這種等級的術法？定是什麼障眼法？斬！恭迎掌教，恭迎掌教，恭迎掌教，恭迎掌教。掌教，方玄，你虽不是执法長老，但眼見門內弟子爭鬥，卻不制止，罰你去靈山駐守50年。是。多謝掌教解圍，救了弟子。
我已经知道你们二人为何争斗，但不管如何，在天道城内斗法違反门規，犯錯就要受罰。你們二人3個月後進入藏仙秘境。是。藏仙秘境是什麼？王源反应為何如此之大？是。五行灵根竟然能走到這一步，而且還有結丹期妖獸護道，看來你確實身負大機遇。弟子是靠着師父蒼眼的培養，不然憑弟子自己突破築基都難。哼，蒼眼是什麼人我再清楚不過，為了延壽在丹房裡練了100年丹藥，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，哪會浪費精力培養你？師父之前如何弟子不知，但確實對我不薄。對你不薄只有一個可能，蒼眼想要奪舍續命。看來我猜對了。你放心，我興趣追究你們師徒間發生了什麼，但是你必須在藏仙秘境中幫我取回一枚補天果。弟子只是築基，恐怕會誤了掌教的大事。藏仙秘境入口不穩，只有結丹期以下修士才能進入，否則入口會瞬間崩潰，不然我也不會選你。弟子自當盡力。哼哼，不是盡力，是必須。是。真是好運的小子，竟然能得到師祖的傳承。只要我能得到補天果，便能補及其餘4種靈根，修行5行飛升訣和5行劍法。到時此子絕不能留。這天道盟從上到下都是吃人的惡狼，絲毫不給人活路。我若一直留在這裡，遲早被他們生吞活剝。還是實力太弱了，這藏仙秘境恐怕沒那麼簡單。我要多做些準備。我築基初期時畫製一張結丹符籙焚炎符，導致心脈受損，就算有修復心神的3文丹藥，也休養了半月，才勉強恢復。現在已經是築基巔峰，或許可以嘗試1、2。一張能對結丹期造成威脅的焚炎符，需要12個時辰，還可以接受。他怎麼來了？紅塵走一走，不玩遊，傳說中那個我最高。王蕭的事就此接過，我以後不會因為這件事再來找你麻煩。憑什麼？這件事我才是受害者，你說接過就接過？蘇葉，你別太囂張！我不是怕了你，想從藏仙秘境活着出來，我們2人必須合作。有了王蕭的前車之鑑，我不可能跟你合作。我與王蕭是同父異母的兄弟，王蕭所作所為不代表我。1天之前你不還想要我的命嗎？你和王蕭一丘之貉罷。不管你信與不信，我與王蕭關係並不好。只是王蕭被殺，我若是不出面殺雞儆猴，那些想頂替我成為真傳的人，會把我當成軟柿子。我就算再強，也頂不住所有人都來挑戰我。你說的這些與我無關，你回去吧。到時我們2人在藏仙師命，再決生死。這是我出任務時得到的法寶，我願將此劍當作賠償。之前的事就此接過，雖然破損，還是低階法寶，遠超尋常法器。若是你還有顧慮，我們2人可立下血契。王兄客氣了，之前不過是誤會。
藏仙秘境100年開啟一次，上次開啟，天道盟10名真傳弟子全數進入，死了8個，剩下的2個也身受重傷，其中1人已突破元嬰，是天道盟的第3位掌教。元豐是什麼實力？天道盟唯一一位元嬰後期的掌教。我用如愿修复了王远給我的斷劍，金色長劍，名為天青，乃是足以讓結丹期修士眼紅的頂級法寶。5把天青有了頂級法器的加持，五行劍訣的威力不知能達何種程度。為了能從藏仙秘境活着出來，3個月的時間裡，我一刻都不敢停歇。此次藏仙秘境開啟，由董州掌教帶隊前往。登船。口不灭去，展開萬丈風雨霜。你還有心情喝茶？準備的如何了？怎麼這次同行的其餘人都是內門弟子，只有你一名真傳弟子？還不是為了防止門內青黃不接，怕真傳都死在裡面。自從100年前死了8名真傳姬後，掌教便下令每次開啟秘境只派出1名真傳弟子帶隊，再從內門弟子中挑選100人。那你為何之前沒和我說還有這麼多內門弟子一同進入？那些都是炮灰，不必在意，反正也沒幾個能活着出來。他來找我做什麼？既然你有客人，我就先走了。王師兄，葉師姐找我有何事？師兄別打趣我了，該是我叫你蘇師兄。我聽別人說過你的事，雖然沒親眼所見，但王遠師兄的態度已經能說明一切了。沒想到你竟然能走到這一步。你應該知道，我從靈山的雜役一路走到今天，都是身不由己。此次藏仙秘境之行，求蘇師兄帶上我。此行我自身難保，師姐還是另請高明吧。我什麼都能做，只要蘇師兄肯救我。師姐不必如此，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。等等，這2張符籙就當報當初在靈山測靈根的恩情。多謝師兄。聽說這藏仙秘境凶猛異常，之前都是真傳弟子才能進入，我們這些內門弟子進去和送死有什麼區別？宗門旨意誰敢違抗，機緣無數，說不定我就能一舉登天呢。想得到美，先活下來再說吧。我不求得到什麼機緣，只求平安從秘境裡出來。藏仙秘境是什麼地方，大家都清楚。依我看，不如大家一起行動，只有我們齊心協力，才能活着從秘境裡出來。葉師姐想的真夠簡單的，這藏仙秘境到處是機緣和天才地寶，萬一遇見，這100來號人如何分配？到時候身邊的同門可比藏仙秘境還要危險。這，哼。我覺得葉師姐的想法很好，我想加入。還有人願意一起的嗎？若是如剛剛那人所言，遇見機緣，我們該怎麼辦？誰先發現便是誰的，其餘人不可爭奪，否則群起攻之。就按於師弟所說。哼，一幫蠢貨，人越多目標越大，到時候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。要是人多有用，天道盟內近萬内门弟子，怎麼可能只選100人？这麼晚到，天道盟的弟子若是怕死，還是別來了。哼，天道盟不來，憑你們這些脫離了天道盟的雜門小派，能打開藏仙秘境的入口嗎？
咱们小派也比你天道宗派系盈利每日私斗的好。哼，时间到了，该进去了。也是，耽误了时间，下次开启藏仙秘境又要100年后。等弟子们进去了，你们再打也不迟。1年后通道准时開啟，果實沒出來的就永遠留在裡面吧。大家進去後一定要小心行事，我們憑借提前煉制的印記聚集。進去秘境後位置都是隨機的，這是傳送玉佩，到時候我們憑借着玉佩聯絡，等集合後再一起行動。该死，這地方太過古怪。苏叶，天上的星體會攝人心神，千萬不要直視。飛升了！我終於要飛升了！這是什麼妖獸？竟然可以躲在虛空之中！王遠，千萬不要飛行！这是何等手段！穷鬼，这人是中州魔门的修士，隐匿手段了得，務必小心。这是玄木石，这可是能煉制法寶的頂級材料。在這裡居然被用來鋪地，這柱子是萬年沉香木，如此巨大的沉香木，已經無法用靈石衡量了。這天元珠一顆能增壽10年，在外甚至能引起元嬰修士的爭搶，在這兒卻只是用作照明。發了！我們發了！這是哪裡？你是不是瘋了？忘了我們身在何處嗎？我也沒想到取走一顆照明的珠子能引起這麼大的反應。不如我們分別走2個方向探查，尋找出路。有什麼線索用玉佩聯絡。也只能如此了。這難道是幻陣？再試一次。怎麼又遇到了？看我破了這幻陣！你先退開。
你那焚炎符是假的嗎？就算元婴期设下的幻阵也该有点反应，为什么会一点变化都没有？这不是幻阵，是上古宗门用来协助修炼的阵法。这里的灵力和外界没什么区别，怎么协助修炼？不是灵力，是时间。时间？什么时间？这里的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，这里过去一天，外面可能才过去几个时辰。竟然还有如此奇特的阵法，那我们要多久才能出去？不知道，但这种阵法不会一直運轉，定是有周期的。如果1年還出不去，那下次開啟通道就是100年之後。若不是你貪心，我們怎麼可能被困在這裡？現在沒有其他辦法，只能等。1年了過去了，這裡還沒有任何反應，到底什麼時候能出去？如果你有辦法，大可以試試。以我的實力，破不開此處。秋天歸島，萬丈歸島，生命燦爛，天心微笑。秋天歸島，金丹境。恭喜，看來現在我要稱呼你為王師叔了。蘇師弟說笑了，我不過是提前了一步。這股氣息，你這氣息哪像剛入金丹境，感覺比金丹境後期的壓迫感還強烈。我試試能不能將這裡破開，你退遠些。竟然能同時催動5件頂級法寶，這哪是結丹初期，結丹後期也做不到吧？只是這法寶怎麼看起來有些眼熟？救我！把補天果交出來！補天果已經被我吃了。這麼濃郁的靈力氣息，這是有大機緣要降世了！你們居然還沒死！蘇葉，沒想到你還活着，但我已經是築基巔峰了，我們鹿死誰手還未可知。看來你確實搶到不少機緣，不過到此為止了。金丹期，這怎麼可能？距離通道開啟還有多久？輝師兄，還有3天。3天，幸好出來了。1年之期已到。竟然敢在藏仙秘境中結丹，還是2個！此2人都是我天道盟弟子。近1000人活下來的，卻不足50。沒想到你們2個都回來了，很不錯。補天果呢？拿到了嗎？好，太好了！弟子告辭。此子已經結丹，進度速度屬實恐怖，不能再留了，不然日後怕是會對我造成威脅。終於可以回家了。給我破！
是画師苏葉嗎？他不是被仙人抓走了，怎么又从天上掉下来了？快去喊苏叶的父母来！结丹初期竟能在我一掌之下活下来，五行剑诀居然如此霸道。苏叶背叛天道盟，遁入魔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王远晋升元婴期，为我天道盟第4位掌教。敢問元豐掌教，可還記得蘇葉？王遠，此話何意？元豐，你殘害宗門弟子，欺壓無辜凡人，勾結魔道，在天道盟中作亂，種種罪行罄竹難書。王遠，你竟敢背叛天道盟，今日我便将你就地誅殺。风云，你这是何意？袁平不配为天道盟掌教。好，好，你们竟敢反我，那就一起去死吧！哼，看来人都到齐了。怎么，你们以为靠着人多就能赢我吗？哼！半步化神，我们只有4个元婴中期和3个元婴初期，能打过半步化神？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老夫怎么会带着这么多人送死？放心，元丰自有人对付。元丰，受死！